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将踏上一段非同寻常的思想旅程，去探索一部被誉为灵魂解剖学的经典之作—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地下室手记》。这本书自1864年问世以来，便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叙述风格，震撼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。《地下室手记》是俄国文学巨匠费奥多尔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。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19世纪的文学巨匠，以其对人类心理的深刻洞察和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捕捉而闻名于世。他的作品常常探讨自由意志、道德责任以及人类存在的意义，而《地下室手记》正是这些主题的集中体现。那么，为什么《地下室手记》如此重要？它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什么启示呢？在这本书中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一个无名主人公的内心独白，揭示了人类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。它让我们看到一个看似平凡的人，如何在自我意识的重压下，陷入无尽的痛苦与迷茫。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，是否都存在着一个地下室，一个我们不愿面对，甚至不敢承认的自我？正是这个问题，构成了《地下室手记》的核心。也正是这个问题，将引导我们今天的讨论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《地下室手记》时，正处于人生的低谷，他经历了流放、债务和家庭的变故，这些个人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。而正是这些痛苦与磨难，赋予了他笔下人物以真实的灵魂和深刻的洞察力。自我意识的双刃剑。《地下室手记》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，就是其对自我意识的深刻探讨。主人公，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孤独知识分子，常常陷入对自我存在的痛苦思考。他意识到，正是这种过度的自我意识，使他无法像其他人一样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。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，揭示了自我意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。一方面，自我意识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，它赋予我们思考和反思的能力。另一方面，过度的自我意识也可能成为我们痛苦的根源，因为它让我们不断质疑自己的行为和存在的意义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如何应对这种自我意识的双刃剑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。正如书中主人公所说，我是一个有病的人，我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，这种自我认知虽然痛苦，却是走向自我接纳的第一步。其次，我们可以通过冥想、写作等方式，将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外化，从而获得一种内心的平静。意识到一切可能的意思，这是人的疾病。陀思妥耶夫斯基《地下室手记》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自我意识的痛苦与无奈，也提醒我们在追求自我认知的过程中，需要找到一种平衡。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。书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。主人公常常在内心深处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思考着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微妙关系。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，自由意志是人类的本质属性，但这种自由并非无限制的，它伴随着沉重的道德责任，因为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对他人和自己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主人公在书中不断质疑自己的选择，思考着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平衡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如何运用这一理念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认识到，每一个选择都伴随着责任，我们不能仅仅追求个人的自由，而忽视了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。其次，我们可以通过反思和自我对话来增强自己的道德责任感。例如，在做出重要决定之前，我们可以问自己，这个选择会对他人产生什么影响？我是否愿意承担这个选择带来的后果？我是自由的，我以我全部的内心力量渴望着自由。陀思妥耶夫斯基《地下室手记》这句话表达了主人公对自由的渴望，也提醒我们，自由并非无限制的，它需要我们承担相应的责任。孤独与社交的悖论。《地下室手记》还探讨了孤独与社交之间的复杂关系。主人公虽然渴望与人交往，但内心深处的自卑与自我厌恶，使他无法真正融入社会。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主人公的经历，揭示了人类内心的孤独感。即使在人群中，我们也可能感到孤独，因为真正的理解与接纳，往往是难以获得的。主人公的孤独，并非源于外界的排斥，而是源于他内心的自我否定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孤独感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学会接纳自己的孤独，认识到它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情感。其次，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社交活动来缓解孤独感，例如参加兴趣小组、志愿者活动等，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。我是孤独的，我永远是孤独的。陀思妥耶夫斯基《地下室手记》这句话深刻地表达了主人公的孤独感，也提醒我们，孤独是人生的一部分，我们需要学会与之共处。痛苦与救赎。痛苦是《地下室手记》的一个重要主题。主人公在自我意识的重压下，
经历了深刻的痛苦与迷茫，但他也在这种痛苦中寻找着救赎的可能。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，痛苦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，它既是惩罚，也是救赎的途径。通过经历痛苦，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自己，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安宁。主人公在书中通过痛苦的自省，最终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认知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如何从痛苦中获得救赎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正视痛苦，认识到它是人生的一部分。其次，我们可以通过反思和自我对话来理解痛苦的意义。例如，在经历挫折和失败后，我们可以问自己，从这次经历中，我学到了什么？我如何从中成长？痛苦是意志的必然结果。陀思妥耶夫斯基《地下室手记》这句话揭示了痛苦的不可避免性，也提醒我们，痛苦是通往自我认知和内心平静的必经之路。通过今天的讨论，我们可以看到《地下室手记》不仅是一部文学经典，更是一部关于人类存在的深刻哲学探讨。它让我们看到自我意识、自由意志、孤独与痛苦都是人类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通过理解这些主题，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自己，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安宁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强烈建议你们阅读《地下室手记》，并将其中的理念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无论你身处何地，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挑战，这本书都能为你提供新的视角和深刻的启示。记住，每一个灵魂都有其独特的旅程，而地下室手记将是你旅途中的一位忠实伴侣，它会引导你走向自我认知的深处，帮助你找到内心的光明。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，痛苦是一时的必然结果，但正是通过这种痛苦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成长，真正的活出自我。1. 阅读与反思，找一本地下室手记，细细品读，并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进行反思。2. 自我对话，每天花一些时间进行自我对话，思考自己的内心世界。3. 积极社交，参加一些社交活动，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。4. 寻求帮助，如果你感到孤独或痛苦，不要犹豫，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或支持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激发你们对地下室手记的兴趣，并激励你们在生活中践行书中的理念。记住，每一个灵魂都有其独特的旅程，而地下室手记将是你旅途中的一位忠实伴侣。愿你们在自我认知的道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与希望。谢谢大家。